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首播5集，轻松拿下榜单冠军；白鹿选对了剧本，抽到了王炸；兜兜转转，势头最猛的还得是古装剧啊！本来以为郭京飞的助战、张丰毅、佟丽娅的真心英雄，以及高叶和谭卓的蔷薇风暴一上线就能开启霸榜模式，但国色芳华白月泛星和大凤打更人却在上线之后迅速屠榜。果然，观众们最喜欢看的还是古装大剧呀！而这其中势头最迅猛的莫过于白月泛星，全网热度与国色芳华不相上下。在独播平台上线后，首播5集轻松拿下榜单冠军，力压其他几部新剧。这一回，白鹿选对了剧本，抽到了王炸。仙侠拍出悬疑味，反套路设定新鲜度爆表。毋庸置疑，白月泛星是一部仙侠剧，并且从故事梗概来看，是围绕着男女主角的恩怨情仇展开的。但开局带给人的感受却跟仙侠剧没什么关系，而是拍出了悬疑味。第一层悬念，女主的真实身份。白鹿饰演一心求仙问道，只因为小时候跟玩伴被仙人救过性命，承诺长大后一定要报恩。但在凡人眼中，世界上是没有神仙的，白硕就成了大家眼中痴心妄想的仙痴。直到被道观的道姑欺骗，误以为布基楼里有一位仙界派下来的仙使，白硕发现对方真能呼风唤雨，相信他就是自己要找的神仙。但布基楼楼主范月敖瑞鹏饰演，却意外发现白硕这个凡人能够点亮自己的无面石。原来白硕的身份并不普通，那么他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？第二层悬念，男女主的过往渊源。为了解开女主角的身世之谜，白月泛星在前期的剧情中埋下了不少伏笔。男女主角的第一次邂逅看似是在布基楼中，但实则白硕小时候跟玩伴遇到的所谓的神仙正是范月，但他不知道范月的身份是妖王。而范月在白硕小时候与之邂逅，不仅救了白硕，还救了他身边已经死掉的伙伴。原因只是小时候的白硕眼睛长得像范月的一位故人，白硕能够点亮范月的无面石，又与范月的故人眼睛相像，难道两人前世有过渊源吗？不着急给观众撒糖，而是铺垫了这层悬念，既增加了男女主角之间的悬疑感，同时也让两人的感情多了点宿命的味道。第三层悬念，仙使守护女主的原因。而从小就不曾嘲笑白硕的，只有馒头铺的小伙子，也是白家的童养赘婿中招常华森饰演。表面上看，他也是个普通人，但在仙祖集会时，中招出现在了现场。原来他正是守护这座城的仙使。只不过一心求仙问道的白硕，并不知道神仙离自己这么近。而作为仙使的中招，靠近白硕并与他结下婚约，显然不单单是因为喜欢对方，很有可能与女主的身份有着分不开的关系。那么，仙使守护女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光是这3层悬念，就足以让大家入戏，解谜的心已经按捺不住了。而从剧情和人物的角度来看，白月泛星也突破了常规。女主角开场人见人嫌，男主角也是人神共愤的妖王，一点主角光环都没有。对于苦仙侠剧千篇一律的观众来说，这份新鲜感实在是太友好了。白鹿敖瑞鹏配一脸，常华森太惊喜。对于仙侠剧来说，选对演员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有人在现代剧中的扮相气质都很顶，但穿上古装后就完全变味了。也有人放在大荧幕中堪称惊艳四座的电影脸，但到了小荧幕却让人幻灭。而白鹿和敖瑞鹏的优势就在于两人与古装剧的适配度都很高，这类题材不只是两人的舒适圈，还是他们的统治区。
白鹿在这部剧中饰演的白硕一角，出场的第一场戏就让大家感受到了浓郁的少女感，青涩纯真又坚定不移，既有女主角身上该有的美好品质，又因为这张绝美的脸，增加了白硕的吸引力。这样倾国倾城的美人，无论有着多少不同于普通人的遭遇，都是合情合理的。敖瑞鹏饰演的妖王给人一种亦正亦邪、冷艳漠然的感受，而人设又是容貌一绝的美妖王，敖瑞鹏的形象很有说服力。瘦削的脸庞，立体的五官，眼神中自带几分清冷的破碎感，每次敖瑞鹏一出场，都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氛围感。这也使得前期白鹿和敖瑞鹏没什么感情戏，但站在一起时，还是能够让大家磕到甜味。还有饰演男2号的常华森也完全不输，男主敖瑞鹏一身素色衣衫，扎着发髻，自带书生气的温润少年，立马具象化了。常华森的颜值本来就不低，穿上古装又更能够放大他的自身魅力，而常华森的演技也不拉胯，他演出了中招表面的单纯，也演出了内里的深沉，很有反差感。除此之外，剧中还有不少中生代演员，稳住整部剧的演技水准，而青年演员则是个个颜值爆表，看着就很养眼。就连小童星的表现也可圈可点，作为最先出场的演员，精准的情绪表达，更能够带着观众快速入戏。结语：近几年国剧市场上的古偶剧难出高口碑之作，究其原因有3点：其一是套路化的故事；其二，粗制滥造的质量，审美不在线；其三，流量明星撑不住戏。但白月泛星完成了对这3大劣势的破局。从故事的角度来看，并不是按常规路线一五一十的讲男女主角生生世世的纠缠，而从服化道、置景等方面来看，光是一座布基楼就足以体现置景组的美商有多么高，让人倍感震撼。论演技，白鹿和敖瑞鹏，甚至是剧中的配角都没有拖后腿，这就保证了演技层面的品质。综合来看，白月泛星的质量是超出预期的，光是摆脱千篇一律的叙事模式，就足以留住观众。白鹿白月泛星热播，网友：女神的仙侠剧就是好看。由白鹿搭档敖瑞鹏主演的仙侠剧《白月泛星》热播，引发网友的讨论和追剧。该剧与杨紫主演的《国色芳华》同一天开播，2部剧频繁登上热搜。尤其是白鹿新剧《白月泛星》，不少网友表示，女神的仙侠剧就是好看。该剧播出几集后，整体来看，主演人物造型绝美，特效制作也是高大上，给人震撼之感。此外，剧情悬念很多，台词也符合剧情设定，比传统仙侠剧相比，该剧确实让观众眼前一亮。目前的仙侠剧想要大火，精彩的故事很重要。白月泛星围绕白鹿饰演的白硕展开，一步步踏上求仙路，再到与妖族大神梵月结缘，后来情感羁绊，再到一起降妖除魔护天下。整体来说，很好看。虽然说古装仙侠剧《白月泛星》的主线是少女白硕修仙复仇，但是剧中形形色色的角色，还有与男主妖族大神梵月又甜又虐的爱情故事。另外就是白鹿对于仙侠题材也是可以轻松驾驭的，毕竟出演很多同类型作品。白鹿仙侠剧《白月泛星》的播出，让不少观众看到了不一样的古装仙侠剧。该剧有凡人、仙界、妖界，有恩恩怨怨、爱恨情仇，也有守护苍生的励志主题。男女主之间的虐点故事也是该剧的一大看点。这样的好剧不容错过。你觉得《白月泛星》好看吗？